萧炎也是非常期待2个多月后的炼神丹大会。如果最后获得胜利，就可以成为那位9品药神的亲传弟子，甚至又可以获得一枚无上神丹，那自然是诱惑极大的存在。现在你们就跟随我们几位神长老前往丹神塔之上的小世界吧。说着，几位神长老便是起身，吴雪也是激动地蹦跶起来，因为在丹神塔中想要见一面自己的这位9品药神师祖，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塔内除了10大神长老级别以及那位8品药神之外，就无人能够见到丹神塔中地位最高、权力最高的丹神塔之神。没想到这一次，这几位老怪物师傅竟然会直接带着萧炎他们前往丹神塔之上的那一方玄妙小世界。就算是吴雪，对于那一方小世界都带着期待之色。虽然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位9品药神，但是也从来没有进入过那方小世界。这一次能够进入其中，也算是一次给自己进入那个小世界的机会。5位神长老朝着宫殿的深处走去，他们此刻迈出的每一步，竟是散发出一股非常玄妙的气息，仿佛连空间都在他们的步伐中微微颤动。他们沿着曲折深邃的走廊，一步步深入宫殿的心脏地带。在这幽暗中，唯有他们的面容清晰可见，神情庄重而肃穆。片刻之后，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了宫殿的最深处，四周不见光芒。然而在他们的正前方，有一道立于其中的一道古老大门，那道门的色泽古朴，仿佛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从其门上散发出一股神秘而又神圣的气息，让人不由得心生敬畏之感，仿佛即将开启的不仅是一道门，更是通往另一个玄妙小世界的密道。特别是萧炎、灵动、沐尘，他们仅仅是凝视着这道古老大门时，便能感受到从门缝中溢散出的磅礴的力量，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玄妙的奥义，让人心底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渴望。随着长老们的步伐临近，空气中弥漫起淡淡的白色雾气，那是属于道法的气息，神秘莫测。5位长老并排而立，他们的双眼聚焦在那道门上，脸上的皱纹似乎都在这一刻舒展开来，共同吟唱起了古老的咒语。他们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充满了摄人心魄的力量。当咒语达到高潮，那道古老大门仿佛呼应着这股能量，发出沉闷而悠长的打之声。随着门缝透出的第一丝光芒，5位神长老齐齐推出手掌，将那道大门缓缓推向两边。随着门扉的开启，一道璀璨夺目的光芒爆发出来，宛如刺破黑暗的第一缕曙光，照亮了宫殿深处的区域。5位神长老的步伐庄重地跨过门槛，身影在光芒的映照下显得愈加神秘。萧炎与同伴们相视一眼，眼中既有期待又有不安。他们紧随神长老之后，步入这扇通往玄妙小世界的大门。心潮澎湃中，萧炎、灵动、沐尘3人对即将见到的9品药神充满敬畏。随着大门的闭合，耀眼的光芒将他们包围，如同置身于无边星海，其中弥漫着玄妙的道法。不知过了多久，一道五彩斑斓的黑洞突兀地出现在他们的视野尽头，周围空间扭曲，仿佛有大道之法存在于那里。他们几道身影也是直接穿进了五彩斑斓的黑洞，眼前的景象更是震撼至极。一方独立而玄妙的小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这里没有天地之分，只有色彩斑斓的流云与仙气缭绕的奇花异草，每一株草木似乎都蕴含着天地道法的奥义，并且散发出令人沉醉的香气。在这片小世界之中，他们仿佛可以窥见万千世界的精华以及炼药之道。萧炎等人心中的激动与紧张在此刻凝结，他们的目光投向最中心处，那里站着一道玄妙身影。不对，不是站着，因为这里没有天地之分，而是悬浮在其中，仿佛那道身影已经融于这一方小世界，不管在哪里都能够看到这道玄妙的身影悬浮其中。他身着一袭流转着淡淡金丝的白衫，仿若云中仙人降临尘世，白发如霜，随意披散在宽阔的肩膀上，似有岁月的沧桑，又透着不与世俗相争的淡泊。那发丝间闪烁的银光，仿佛星河倒悬，隐含着天地间最古老的秘密。他手握一根非同凡响的拐杖，杖身上雕刻着复杂的纹路，每一笔都透露出神秘和威严。这不是一支普通的拐杖，而是他的信物，是他行走在世间与众生分享9品药神的玄妙象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眉心间有着一道印记，熠熠生辉，映出9品药神的尊贵与标志，代表着他对丹道的领悟造诣。萧炎、灵动、沐尘以及吴雪跟随着5位神长老来到了这道玄妙身影的身前，拜见塔主大人。5位神长老恭敬弯身道：“小辈萧炎、灵动、沐尘见过塔主老前辈。”萧炎3人压制住心中的激动，无比的恭敬。而至于吴雪，同样是带着一丝激动之色，同样是拜见了丹神塔之神，因为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正是传说中的9品药神，也就是丹神塔的塔主。呵呵，你们来了。丹神塔塔主和蔼地微笑着，然后非常满意的点点头，一双深邃的眼睛在萧炎、灵动、沐尘3人的身上扫过，最后的目光则是落在了吴雪身上。你这小丫头，终于舍得出现了。望着吴雪的身影，丹神塔塔主微微一笑，开口道：“师祖。”吴雪也是尴尬地挠了挠头，因为在所有的亲传弟子中，就只有他常年不在丹神塔炼药，反而在9界中乱逛。看到吴雪的可爱模样，丹神塔塔主则是笑笑，然后又把目光看向了萧炎和灵动、沐尘3人。神火、祖符、原始法身，拥有着大咒的神物，看来你们都不是寻常人，应该也是背负天命的天命之子。
萧炎、灵动、木尘三人则是一惊，自己已经很收敛体内的各自神物，竟然还是被对方一眼看出来了，不愧是九品药神的眼力。你们的事情我已经知晓，只是没想到灵动小友和木尘小友，你们能在天域那个地方活下来，也是一个难得的奇迹。神奇联盟那帮人果然是勾结了灭神府那些魔物。丹神塔塔主之前就已经有所察觉神奇联盟的动作，结果果不其然，还真的被其猜中了。见到丹神塔塔主都已经知晓了他们在神奇联盟中所发生的事情，萧炎他们也是带着自己的一份好奇，便问道：塔主老前辈，据我所知，这神奇联盟和灭神府之间似乎有什么大计划。在之前他们就在收集苍穹之心。听到苍穹之心4个字，塔主大人的脸色也是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看来他们果然在进行着一个大动作，不然也不会创建出天域那方世界。神奇联盟如此庞大资源的巨无霸势力，为何会勾结灭神府？而且更神秘的还是灭神府之前小贝在天域中所遇见的魔神，想必也是灭神府势力的。萧炎说道：据所知，应该都是各取所需吧，特别是灭神府，就连我都无法知晓其中的真正底蕴。魔神的复苏，一旦他们的大计划成功一大半，那么接下来诸神万界也将会陷入危机。当然，我们也会举丹神塔所有的力量来阻止灭神府来危害万界。目前灭神府也没有多大的动静，我们只能先静观其变。丹神塔塔主同样也是忌惮灭神府的力量，毕竟知己知彼，方可百战百胜。可是现在连灭神府的底都摸不透，如何战胜？所以这也就是灭神府的可怕以及神秘之处。但现在的丹神塔也不惧，毕竟他的身份乃是一名9品药神，一个号召力便是可以将诸神万界各处的神奇强者集结一起，论底蕴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这也就是为什么丹神塔能够成为在万界神州与灭神府、神元宫、神奇联名齐名的存在。萧炎他们也是相信丹神塔的力量，一位9品药神的影响力可谓是诸神万界的第一人，没有不会惧怕任何势力。虽然丹神塔塔主没有说明神奇联盟和灭神府之间的大计划，不过萧炎可以知晓，刚刚提及苍穹之心的时候，塔主老前辈脸上的微微变化应该也知晓一些，但却没有说出来。毕竟在还没彻底的查清楚之前，丹神塔塔主自然还是选择了保守。丹神塔塔主与萧炎简短的对话后，便是将话题转回到了灵动和沐尘的问题上。你们的神体被天域中的一丝造化之法所抹灭，想要凭借自身的力量凝聚出新神体的确很难。毕竟将你们神体抹灭的不是天位神力，也是不是大道之法，而是造化之法。被规则力量所抹灭，恐怕只有无上丹方中的金乌涅槃丹方才能够帮你们凝聚出新的神体。听到真的有可以凝聚新神体的神丹，灵动和沐尘二人则是抑制不住的相互一笑，内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萧炎、吴雪二人也是露出了释怀的笑容。不过金乌涅槃丹所炼制的材料非常的稀有，但在稀有的材料，我们丹神塔也都会有。炼制出来的金乌涅槃丹乃是神之8品的无上神丹，炼制2枚无上丹药则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丹神塔塔主直接是讲出了炼制2枚无上神丹的方法，而唯一就是时间上的不足，2个月的时间。可对于灵动和沐尘二人等不了那么久，因为他们二人现在最佳凝聚新神体的时间是1个月，如果超出2个月时间，就算到时有金乌涅槃丹，它都是会影响他们新神体的凝聚。丹神塔塔主自然是看出他们几人心里的想法，当即说道：罢了，你们所担心的问题我给你们解决。灵动小友和沐尘小友的魂体可以待在我的小世界丹海中，只要你们在其中一直浸泡，坚持到我炼制出金乌涅槃丹，你们就不会受到1个月时间的限制。因为丹海之中有我的大道之法，以及积累了丹神塔创建以来就开始将天地极其稀有珍贵灵草药材融于其中，可以暂时解决你们二人目前的问题。只要你们能够坚持下去，就算过了半年的时间，都丝毫不影响你们凝聚新神体的问题。听着丹神塔塔主说要在其中坚持下来，倒是感到有些疑惑，便问道：塔主老前辈，这丹海之中难道有什么东西存在？丹神塔老祖则是一笑道：有，那些可都是能够淬炼你们魂体的大补之物，当然同样也会让你们感到非常痛苦之感。如果你们能够坚持下来，那么之后你们二人凝聚出新神体之后，不仅实力大涨，就连你们的神魂都会变得异常的强大，能够让你们的实力提升许多，也算是给你们的机缘。能不能承受住，就靠你们自己了。我们在此谢过塔主老前辈。灵动和沐尘对于可以淬炼自身神魂的丹海，确实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而且自己也与丹神塔塔主都不太熟的情况下，能够让他们拥有如此的机缘，都是让他们心里有一股感激之情的暖流在涌动。当即对着丹神塔塔主弯腰感谢道：此次有了这个丹海，灵动和沐尘就不用担心凝聚新神体时会受到影响。虽然丹神塔塔主是9品药神，可是他所炼制的乃是无上丹药，不同于寻常的神之8品丹药，所以就是连他都需要花费2个月的时间炼制2枚无上丹药。
不必谢，我倒是非常欣赏你们的天赋，希望不要让我失望了。还有萧炎、小友，2个月后就是炼神丹大会，届时除了我们丹神塔中的弟子参加外，还有很多来自万界中的其他炼药师也都会前来参加。他们之中最强的乃是3品药神，而你现在是9品药仙，最好需要突破9品药仙的桎梏，成为药神，去参加炼神丹大会，更好的让你脱颖而出。最后的获胜者便可成为我的亲传弟子，以及任何一枚无上丹药。日后如果成为5品药神，我便会传授他无上丹方。丹神塔塔主那双可以看穿一切的眼睛投射在萧炎的身上，仿佛能够看到他在炼神丹大会中的精彩表现。